你们的房车都是卖的吗？对，二手的是吧？对对对。哦，这一台就是美国式的房车了 ，California。你看啊，这里有拓展，而且很长。这个是一个搞得像军车一样的，应该也是一个房车吧。这些应该都是 B 型房车啊。嗨，大家好！火辣辣的天气啊，太阳今天太猛了，连续下了那么多天的雨，到了端午节一过呢，居然就雨停，出大太阳了。看来这个不是出去骑行的好的天气。其实也是刚刚开车从外面回来了，但是到了家门口呢，就发现我买了一条试用的外接的麦克风，就是有线的麦克风啊，已经到货了，所以我就迫不及待地连上我的360相机来骑行测试一下这个收音的效果到底如何。其实我刚刚在家里已经测试了一下，效果不怎么样啊。原本呢，我是尝试一下，因为这个 Insta360X3 的这个相机啊，它没有内置麦克风的接收器的。虽然它能够连上某些蓝牙的麦克风，就我一直在用的一个蓝牙麦克风，勉勉强强的也能录音，但是只要到了有风的地方啊，或者有些时候，比方说你对着麦克风稍微有点距离，它就完全会失音，就是没有声音了。那效果就非常差，特别是讲的一些关键的说话的时候啊，它就没有声音，最后整个视频就没法用了。所以一直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个说话声音呢，清晰一些，不受这些风声的干扰等等。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这个X3的相机呢，就是没有办法外连无线的麦克风，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把无线的麦克风啊离开这个相机，比方说几米远，甚至5米、10米的都不行。所以想着说，如果有线的会不会能够有效果？那其实有线的话呢，它连着一条线跟相机在一块，其实也不是特别方便。而且这个360相机呢，它有一个隐形拍摄杆这样的功能，就你只有在这个某个角度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把外面的物体拍到里面去。但是我不知道这样一条线它能不能拍出来。有在视频当中莫名其妙的有一条线在那里这些都无所谓几十块钱就是尝试一下，名字倒不行了，也知道为什么不行。那现在呢，我就在村里骑行一下我的脖子的领口就加了一个有线的麦克风，那么它通过 C Type 的接口呢，连上的 Insta360X3 边上呢有一个孔的，专门是给你连麦克风的。但是我想着，因为这个麦克风没有经过声音的放大，那它直连这样的相机呢，
录出来声音有可能不够明亮。因为我在家里试了一下以后呢，它的声音明显的就比我的蓝牙麦克风录出来的效果要差一些。当然我不知道能不能经过后期的加工，比方说把这个声音放大，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天气很热，这个即便是开着车出去也要把车里的空调打足，否则的话呢真的非常的热。那今天呢我也是随意的开车在外面转了一转，就去到了沙湾古镇边上有一个房车营地，叫田野房车营地。其实呢我看它应该是一个二手房车的交易的地方，停了很多的房车。那我呢也在这边近距离的观摩了一下各种款式的房车。那今天呢我现在出来骑行测试一下麦克风。那天气非常的热，我就先回家去了到家以后呢我看看效果如何，如果声音通过一些处理它还能听得清的话呢，我也就把这一段分享给大家。但是时间比较短所以我就加上我今天上午去到的那个田野房车营地拍的一段短视频加在一块然后呢再加一些我今天在市桥老城区里面驾驶行车前面拍到的一些镜头，加在一块呢就凑一个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视频。希望大家呢也帮助我判断一下就像这样的外接麦克风直连 Insta360X3 这个机器它收音的效果录音的效果能不能接受。那如果说没办法接受呢，就等于交了一份智商税那我们下次还要再想办法去入手更有效更可靠的录音的设备当然也不排除更换一台新的相机。那最终呢就是希望慢慢的能够找到一些录音质量过得去，拍摄呢有比较容易的设备，大概就这么一个想法。好了，接下去呢我就是在祈福湖转一个圈然后就结束我今天测试这个麦克风这样的一段视频。嗨，大家好，今天广州非常热35度，但是想着出来转转，骑不了车呢，开车兜一兜，结果来到了沙湾古镇这里，看到有一个应该是二手房车的交易的地方嘛，叫什么田野二手房车这么一个营地我觉得这个可以满足一下好奇心，来看看各种各样的房车我先随便的走一走，看看都有些什么样的款式的房车。这里真的有各种各样的房车，这种应该是 C 型房车，前面有个额头床的这种是比较新的，可以入地库的，它有一个升顶的，这是软升顶，但是应该还有一种硬升顶的。这种房车我觉得如果可以开进地库的话应该还是不错的。
但如果要住得更宽敞，应该就是这种，这里面空间比较大，人可以站直，应该会有厨房、浴室，包括洗手间。这个还可以拓展的，你看，就把这个伸出来就更大了。应该是可以充电的吧。别看这样的车看上去挺大啊，但其实只要不超过6米呢，C 牌就最基本的驾照就可以行驶的。像这种老款的现在应该也不值钱了。像这种的话就完全像卡车一样，你看不就是一台货车改造的吗？新能源房车。房车还真不少，但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冷气系统的话，那实在是吃不消。这两台应该算是 B 型房车，就没有那种额头床的。这一台开着后门，大概可以了解一下它的结构怎样的。这个上面应该是一个床铺，边上应该是一个洗手间的位置。你们这房车都是卖的吗？对，二手的是吧？对对对。哦，挺不错啊，搞了那么多。哦，这一台就是美国式的房车了 ，California。你看啊，这里有拓展，而且很长，这个应该超过了6米了。这个 C 本应该开不了。这里你看还有个遮阳的布。这也是一个 pickup 改造的升顶的房车。就国内的很多大楼底下停车场嘛，它都限高的啊，最多就是2米多了。所以我看有很多的房车，实际上它是没有办法进到地库里面的，更不要说这些大家伙了。这个是一个搞得像军车一样的，应该也是一个房车吧。天气太热了，而且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不多，没有人主动来介绍，所以只能看看这些房车的外形了。这个就是一个像卡车一样的房车，也有个额头床，这个是应该从后面上车的，但这里面空间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就这种方方正正的房车，空间都不小。可是很多人如果想要买一台房车，他还要考虑到便捷性啊，特别是能不能平进地库。所以我觉得像前面这个黑色的小房车，就满足1、2天外出，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想要去到比较遥远的地方，10天半个月的这种房车有可能就满足不了需要的。就走马观花啊，来到这个房车、二手车交易的算是市场，也可以把它说成一个营地啊。看，这里是洽谈室。这台房车应该是个 B 型房车，
样子长得还不错，但是应该说高度肯定是进不了地库的。就这些应该都是 B 型房车，但是既然进不了地库，是不是还不如选择更高大威猛、空间更大的房车？好了，我们只是在这个房车营地稍微看看这些房车的外观，看到有哪些种类大概了解一下这房车它的尺寸能不能进地库当然它的外观吸不吸引人可能也是需要考虑的，但是更多的内在的东西，就它耗不耗油，是不是新能源还是混用的，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等我们以后天气好的时候再来了解一下那就拍到这边，随意的分享一下，谢谢大家跟随观赏，我们改日出行再见了。